今天的话题会有一些跑题啊，这个和城市系列是没有关系的，其实是这个话题偏个人一些。但我觉得这个和中国的现在这个大环境有一些关系啊。对于我这样一个老互联网人来说，我觉得对我过去做一个总结，其实是可以帮大家更好的从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初到职场的年轻人，或者你还没有毕业，在学校，我想我也可以给你们一些参考啊。那今天就借着我拍望京这个地方，聊聊我之前工作过的故事，也顺便聊聊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创新。我之前一直在北京工作，呃，从移动互联网兴起以来呢，这段过程其实参加了很多互联网的创业项目，当然也有游戏公司，还有做虚拟现实的公司。我从事虚拟现实行业已经很长时间了。呃，我对北京互联网创业环境还是就是过去的创业环境啊，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大环境是什么样的。现在的创业者跟投资人可能就没有当年的时候的那股热情和疯狂了吧？我觉得啊，经过这么些年的这个叫瞎折腾啊，瞎折腾，我发现大家都务实了很多。之前一些小而美啊项目，其实都很有可能获得融资，也有机会得到成长。那现在呢，是能出海的就出海了，能变现的，那绝对不跟你聊这个用户成长曲线，对吧？呃，当然我也确实不太想做这方面工作了啊，实属有些累了。呃，这个话题其实很长啊，就是其实关乎于个人的这个叫兴趣爱好、个人发展什么的，那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当然，我会觉得现在国内其实是没有什么创新环境，这一点，这个是我今天着重要聊的这个话题。不想去做这方面工作了，其实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岁数到了。之前工作呢，总觉得是在为别人做嫁衣。我自己也没觉得我挣了多少钱，这种两不沾的事儿呢，也确实觉得够了。主要我这个人是一个精神大于物质，就是即使我挣了再多的钱，有大房子，有好车，我也觉得我需要一个事情能填满内心，就是真正去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说只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房子呀、车子啊这些很物质的东西。我对这些可能没有那么敏感啊。呃，这个这个跟马云说那个不在乎钱还真不是一回事儿，就是呃钱当然是重要的，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追求的不太一样吧，就是这个你们看我的片子可能也能感觉到这些。嗯、反正上班是肯定不能满足我的。当然，现在这个大环境，我觉得，我这个岁数大概也没有公司要我，这40多了，对吧？所以我就不去为难他们了。当然后半辈子我觉得可能是要为自己活着，不想浪费一丁点儿时间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事上。那我这里可以先详细说一下我为什么不太想选择上班啊，就是，其实我最后一个公司对我影响是比较大的啊，就是有一点是非常让我觉得很头疼的一点，就是加班啊。我进入那个公司一开始就做了，到我离开就一直在做一种毫无意义的加班，几乎有整整1年半的时间吧，就处于那种状态，精神状态非常不好。我个人其实觉得有必要性的加班倒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啊，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你要去上线一个项目，你要去完成某一个任务，某一个比较紧急的任务，那我觉得加班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那种没有意义的加班，其实对人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反正每天你都得在这待着，你不能走啊，就是所谓的制度性的加班就很恶心，就非常恶心。这个我相信这个有过这种经验的人特别理解我说的。那其中有一段时间呢，我晚上回家，我会觉得，因为我经常是骑摩托嘛，我甚至觉得有时候那个精神状态不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有一辆车把我撞一下，我可以在医院
就是当然也别太严重啊，就是我能在医院躺着休息，然后又有人端茶倒水喂饭，我靠，我就当时是那种状态，就已经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了。那互联网行业为什么要加班？其实在我看来啊，就是我对其他行业不敢妄加评论啊，就是比如说深圳的制造业，或者说一些或者一些实体产业，对吧？那它加1个小时班就能增加1个小时的产值。那我觉得互联网行业其实在我看来是归为于创意行业之内的一个行业，包括一些做艺术类的呀，包括做一些文化呀这方面的这种行业，你去加班，你制度性的加班，我只能说，第一，你掉到红海里了啊，你掉到红海里了。如果在这个行业里加班的话，还有一点啊，就是非常明确，你就非蠢即笨，但不坏啊，就非蠢即笨。我其实就说了我之前的公司啊，就是第一，就是你没有这个怎么去解释这个呢？就是如果你在你的这个行业里，就是行业里加班，那就是说明你没有发现蓝海的眼光。我其实特别不喜欢就是扎堆儿，就是如果你发现什么事儿，大量的人去扎堆儿做这个事，那就是有风险了。这个道理其实我个人觉得适用于任何领域，比如说你说现在的大学教育，而加班其实是最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了啊。那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是在一片红海里，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我觉得是拓展视野和打开思维。所以我觉得那些天天加班的人啊，就是用战术上的勤奋代替战略上的懒惰。然后还有一点，就固守一个领域不敢突破。其实这个也跟视野有关系。我打个比方，如果你是一个拍电影的人，你发现市场上拍枪战片非常赚钱，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我觉得还 OK。但如果不是，你还往里扎堆儿，我只能说你的视野太窄啊。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干啊，你不敢去做别的事情，所以你愿意加班，你愿意在一个行业里卷。最后一点就是这个加班代表什么？就是我们有劳动法，对吧？我们有劳动法，而且我们的法律非常健全，非常健全。但你们都懂啊，我不能多说了。我不去再选择上班的还有一个理由啊，就是作为一个职场老人，我有一个发现啊，就是而且之前是没有的，就是这2年是有一个发现，就很多刚入职的年轻人啊，会极力不是所有的，就是不是所有的，但有个别，也不算是个别吧，有一部分年轻人会在公司里极力的展示自己的竞争力。我一开始是觉得很不习惯，后来想了一下，其实我可以理解啊，我可以理解他们其实经历了高考、大学，他们理所应当的认为这个社会就是一个零和博弈的环境，就是我不赢的话我就输了。所以到了公司，他们也理所应当的认为，通过比别人更努力就能获得更好的收益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之前公司里有一个小朋友，我们都是产品嘛，然后有时候会提交一些竞品报告啊，或者行业的分析。如果按我们以前的做法，至少要给你2-3天的时间，你在上班的时间去做这些研究，做这些分析，然后写成文字，写成 PPT， 写成什么，然后分享给大家。这些新来的小朋友，3天的工作，他只用1天，甚至我能想象到的，他就是彻夜加班去完成的这个事情，他只用1天就完成了。当然，能力是一方面啊，但是我不认为这些事情是你去加班就可以解决的啊。你需要用大脑思考，你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或者说你需要有一定的行业经验，你才能做出一个非常理性，或者说更趋向于正确的一个结论。这些东西是无法用加班去完成的。那会儿在公司里，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疲惫啊，就是你会觉得你会被这些新来的这些小朋友啊带到一种极其内卷的环境里啊，这个我非常不喜欢。
有非常，而且他们不觉得，他们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已经认为，就是我比你快，我比你多，我比你分数高，它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式，其实不是的就是如我上面所说的，如果你是在一个高科技企业或者创意产业，它绝对不是你早一天把活干完就可以让公司获得更多收益的跟那种实体产业是不一样的。这是要靠经验的积累，靠创意的迸发，靠你的眼界和思考能力而我觉得现在是有很多公司是也最容易忽略这些的，这也是导致我不太想再去现在这个大环境里上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确实对那种无效的内卷毫无兴趣，毫无兴趣。我的事儿就说完了，然后今天的重点其实不是聊我其实是借着我的这个工作之前的工作，我想聊一下这个中国为什么不能创新。首先呢，有这么几点首先第一点就是中国的公司呢其实是过于重视短期利益的。大家记不记得在2015年的前后呢，全国那时候火遍了 P2P。我当时其实是很难理解的，一个没有任何资质背景的实力的公司，告诉你年化收入能到7%、8%，甚至10%以上。我自己觉得中国人的大脑回路确实挺清奇的，他们真的就是觉得这种模式是可以赚到钱的。我的一个前老板，他做了一个手机养羊的项目。比起那些空手套白狼的公司我觉得他还真的是挺务实的。他跑到内蒙去弄了好多农场，还真的养了一大批羊。就这样，过几年我再问我同事，怎么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了，他原来是被关起来了。那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整个中国呢就是一个大型的 P2P 现场。不管是教育行业、这个房地产行业、文化娱乐、吃穿用住，可谓就是无所不入然后我也发现中国其实只有3种人他一种是骗子，一种是傻子，那还有一种就是我这样的，就算是少数人吧。虽然这几年 P2P 没了，但是这种事情其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这一点，第一点就是我想强调的，就是中国很大一部分公司，它非常注重短期利益它实际上能骗就骗这种环境下我们就不用去聊创新了。第二点，它没有冒险精神。我曾经在一家北京的游戏公司，也很奇葩呀。这家公司唯一存在的原因就是它在美国有一个市值非常非常高的游戏公司而中国相关领域完全是一片空白。所以北京的这家公司呢，就有模有样的像素级的复刻了一个，准备在中国也创造一个惊人的市值。可能熟悉游戏行业的知道我说的是哪家公司，但原谅我不能直接点名，还是有同事在里面工作以前。当然你们都懂这种情况简直屡见不鲜，都不论他们到底有没有做用户研究和市场分析我只想说，中国人对市场的抄袭能力应该是全球领先的。我觉得有这种能力的加持下，你必然无法诞生出创新来，而这种行为也不会被我们当前的社会所不耻。他们所不耻的可能是你抄袭慢了，抄袭的没到位，或者抄袭的产品还不如被抄袭的产品。他们从来不尊重创新者，如果创新者落后了，反倒会被嘲笑。所以就在这样的氛围下，你觉得我们能有创新吗？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举例子了。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你可以在我们的任何一个行业里发现这样的事情任何一个行业。第三，我们的很多公司对未来毫无判断力，就是很多公司都不做深度研究，都是做一种 2VC 的模式，特别是在互联网行业，就至少我过去的这种，我了解的一些公司都是那样的，就是 VC 喜欢什么，他们就做什么。那就是，拿我最后一个公司来说，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因为，
当然它可能不是多数，但是是一个典型啊。就是一开始我进入公司的时候，当时区块链、元宇宙的概念是非常火爆的，那他们就会天天去研究区块链卖地应用。举个例子，就当时这个 Sandbox 类似的这种应用会非常火。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区块链的一个地产卖地的一个应用。打着游戏的牌子名号，就做一些金融类的服务。然后呢，他们真的在上面花了十几万块钱买了块地，最后地价涨了，他们还信誓旦旦一起吃饭庆祝。为了打造这个元宇宙呢，还真弄了一些第三视角的游戏来抄，就弄了几个房子，弄了一个大厅，真的准备在里面卖 NFT 的产品。这个产品呢，原谅我不能在这个上面发出来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会去买一个3D 的一个小图片嘛，就是既没有艺术性，又没有这个实用性的一些东西。我反正到现在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可以去，至少现在对于我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我说这些其实并不是说我质疑区块链技术本身的，但是如果你稍微对区块链技术有一个基本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当前的技术水平、用户习惯、交互方式都没有达到区块链技术可以普及的这个程度。在我看来呢，可能也就比特币算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案例。那我们去做，那当时呢去扯什么元宇宙的概念更是扯淡啊！我本身就是做虚拟现实行业的，我来这家公司呢，也是因为我有比较好的行业背景。当然，为什么我在这儿，也完全是因为他们在那个商业计划书里需要把虚拟现实技术给写进去。但是你告诉我弄一个3D 场景，弄一个小人在里面跑来跑去，就是元宇宙。就是我只能呵呵。就是如果你不了解当时的元宇宙有多奇妙啊，你可以搜一下百度的熙壤啊，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当然行业内的人都懂。但还没完，那到了2022年的年底，元宇宙可能就彻底的被人工智能这一波热潮盖过去了。反正公司呢，可能转向也非常的迅速，就立即招了几个 AI 的专家开始做大模型了。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幽默也很奇妙？那我只能说，我在这家公司这段日子唯一感谢的就是老板让我平安度过了疫情的那段时间，其他的除了荒谬，我真的什么也没感觉到啊。我想说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中国的有很大一部分公司啊，看起来好像是从事的技术行业，可是他们对技术啊，对未来的发展毫无判断力，他们只会跟风，都不说是跟着金钱的风，甚至自己的一点判断力都没有，这其实也是一种毫无创新能力的表现。那后面就是一个特别招骂的阶段了，但是我该说就必须说啊。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些人就是要说不是有华为、有小米、有比亚迪嘛？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创新，创新。我再明确一下我这次聊的主题。首先我承认啊，这些公司作为一个公司，无论是研发能力、还营销能力，还是盈利能力，其实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你告诉我这些公司有创新能力，恕我实在不敢苟同。到现在为止啊，什么东西是他们第一个做的呢？是智能手机吗？还是平板电脑吗？还是电动汽车吗？我奉劝各位承认一点，就是中国的公司是没有创新能力的。如果你们觉得创新不重要，我们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抄一下、改一下，然后用更低的价格去占领市场，那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成绩的话，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告诉你们，没有创新会有什么影响。首先，没有创新就会形成严重的内卷第一个就是35岁的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在科技企业继续工作？其实我之前有一个视频也聊到这个话题了。35岁的面临的一种职业危机啊等等的，本质上就是因为你所处的行业一直处在一种低阶的模仿加工阶段。这些公司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就会用低廉的价格去占领市场。
当市占率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市场活力也逐渐下降，同行业的竞争就逐渐减少，那他们就更不需要这么多高级的专业人员了。他们要的只是能加班、能工作的螺丝钉而已。那些有想法、有经验、希望能继续在本职继续工作的人，自然也就失去了价值。明白了吧？就是岗位需求的极度内卷。第二个呢，行业缺乏创新，当然也会导致严重的内卷。我想共享单车大战都还记得吧？说实话，那个中国很多城市的交通规划确实是需要共享单车来补充民众的出行需求的，但当时是为了取得垄断地位，那种完全靠补贴来占领市场的行为，让整个市场变得一地鸡毛。我第一次看到 OFO 单车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公司根本不是一家靠产品去占领市场的公司。你看那个单薄的车架、简陋的车锁，还有极其混乱的车辆管理。当然我们后来都知道发生什么了，我不知道那些被骗去的用户的押金是否现在都退回来了，但我知道的一件事啊，就是这样的公司几乎充满了当时各个行业，而这种行为一直到现在都存在。本质上我们要的是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这些都需要一种创新精神来支持，也是需要真金白银来支持的，而绝不是说我们通过市场补贴或者营销就能完成的。中国大量的公司习惯了去补贴、去营销，而不是去制造好的产品的时候，事情就完全向着反着方向发展了。当然，汽车行业也遇到类似问题啊。小米汽车发布会，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吧？中国的汽车平心而论，已经确实达到了一个全球高度了。我倒不是说中国汽车制造不好，但现在汽车被赋予了太多的光环与关注了。这就好像之前房地产一样，卖房子也被奉为一种信仰，全民都蜂拥而上，导致别的行业就会受到挤压。这样的苦果啊，我们已经吃了多次了。我讲这个话题呢，自然绕不过华为啊。当然，对华为心里有信仰的人啊，我建议直接关掉视频，不然血压升高了，我概不负责啊。我本身还是比较尊敬华为这家公司的。作为公司来说呢，就是华为是一家有战略、有战术，顶着巨大压力依然屹立不倒，值得人佩服啊。但没必要过誉。说实话啊，这和爱国也毫无关系。我买不买你，完全是看你产品好不好，跟爱国没有关系。记住，如果按照华为现在的体量和盈利能力来说啊，我个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应该担起的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华为的手机卖得再好，它并没有为整个行业带来什么巨大变化。如果上面所说的，华为创造过什么产品吗？并没有，它只是靠着自己超强的研发能力保住自己的盈利空间。无论是通信产品还是汽车，华为只是一家研发制造公司，他们没有创新能力。我倒是看到他们超强的行业内卷能力，甚至从我从事的虚拟现实行业，华为创新的勇气和能力甚至都不如一些行业内的小公司。这种格局导致他们在卖电动车的时候还停留在和友商打嘴炮的阶段。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啊？毕竟说自己遥遥领先啊，我比起那些真的能做到行业的领导者要简单得多。就再不说对于他们员工的超长待机时间，还有35岁之后呢，命运都无法保障这个事实啊，我个人觉得华为就是一家中国公司而已。对于我来说，我更尊敬那些彻底改变行业和生产力水平的公司。当然，我们也有值得尊敬的公司，比如说大疆，我就比较喜欢。中国人其实长期的包含了一种单一的价值观，就是总有一种赢家通吃的思维。这种思维呢，导致大多数人严重的看重结果，而不注重过程。很多人是目标感极强，轻视规则的重要性。有没有创新啊？做创新的人是否重要都不重要，拿来就用，能赚钱就行，就是我们的价值指导。这样的环境下是不可能是有乔布斯和马斯克这种人的出现的，自然我们也只能靠抄袭、靠营销、靠低价去占领市场。而创新其实不只会影响公司啊，它也会扩展到国家层面。我当然不能在这里说的太多啊，但是聪明的你们啊，可以从我上面的所说的一些推导出结论来啊，就是我们国家很多行业都是没有创新的。在我们过去啊高速发展那个阶段啊，其实有没有创新啊，可能还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它的问题啊会被不断增长的 GDP 所掩盖。
但我们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这种忽视创新、严重内卷的企业形态啊，就会暴露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们每年有大量的大学生、研究生，我们还有很多行业有着行业经验、有工作能力的70后、80后、90后。难道没有适合他们的工作场景吗？我觉得自然是不是的。他们不能创造出行业内更好的成绩吗？非要挤在芯片，非要挤在汽车，非要挤在人工智能行业里卷吗？这些行业是否能够提供这么多工作岗位呢？我们的影视行业是否能拍出像《权力的游戏》那样级别的电视剧吗？我们的音乐行业已经可以创造出类似于 Swift 那样的世界巨星了吗？我们的游戏行业是否也能打造出《最后的幸存者》那样震撼人心的作品吗？我们的中超或者足球明星是不是也能让世界震惊呢？我觉得有想补充的，可以在评论区里使劲留言啊！我相信一定有大量的领域我们还很落后，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内卷，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很多事情都可以去做。差不多了吧？本来就只想吐吐槽，今天说的有点多了。最后呢，这个望京有一小片区域全是桃花，算是吐槽了半天，大家来这里解解压吧。好，谢谢。